千里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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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马达，36骑火上切入好机。身边的两杯过了风，光的诗人揭开冰封，南天的温东方真理来敲响金钟，千方万丈的究竟闹起来是声音，人凝视我肆意前行，没时间让我星空，对我的伤情被模糊的不知我光，要时刻擦亮你内心点不若刀枪，那个脸前锋芒无暇肩膀上的风霜，将你散去，我才开始启动暴风，个个凶神恶煞恶霸个悬崖勒马上方设法命运在壁上刻下了无牵挂后再奔腾策马，痛快边疆塞外世世代代定时将我被击败，历史有太多太多记载，死不带走生不带。秉笔就是直心，写就是立，立一家之言。汝心不正，非攻是攻，有人在惘然之中。若是想要维持时代的继续，来试试看两手空空，大火中的神秘的枯萎，天山被雾气包围，红尘里望穿秋水，望不穿的不明灰，地上风沙般的证据，冲刷战士的口水，只没有几句，要全力写下后续，别退避，别一声叹息，别坐以待毙，任由你72变，我依然36计。巴尔先生，巴尔先生，大事不好了！大哥出事了。有人举报父亲私写国史，伪造屠臣。什么？父亲写史书的事情，只有我们还有他几个最亲近的弟子知道。究竟是谁？究竟是谁？我会查出来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哥。大哥，大哥怎么了？大概是不想父亲名声受损，大哥顶了罪，说那些都是他一人所写。私写国史，伪造屠臣，这可是大罪。那大哥他……不日便要问斩。我这就赶往洛都，你在家陪着母亲。我也去。不行，太危险了。我都不知道这一趟是否能回得来，你去凑什么热闹？我知道危险，可是二哥，从小到大，你偷跑出去干的那些事，哪一次能甩得掉我？撤！离洛都不远了。不过这个时候，城门怕是没开吧50便是行刑之时。我有一个大概的计划，或许能赶得上。操！好大的力气！啊，对不住啊，没事吧？惊扰了我家主人，你还想走吗？主人说无妨，让他们走吧。哎，主人还是醒了。
到贵人，还望贵人海涵。你却知道我是贵人。女孩子银夜急奔，必是急事吧？要赶去洛都。城门日出才会开。前面是桑林，夜里老有些游侠游女在那里玩闹，不妨一起去看看。等天亮一起进城吧。有此等惬意时刻，真乃人生幸事。真是惬意。翘袖折腰，娓娓动人呐！去跳一跳。好呀，你可得给我抚琴。哎，听说一心鼓舞式神，便能得梦女相照，一解所困。你们说是真的是假的呀？哎呀，这谁知道？就是啊，你得看的。天亮之后。趁着月亮躲进了云彩，晚风也不例外，将银河的心思拨开。简单如飞雪般的纯白，怎么停不下来？一点一点缓缓落在脸上的脚印，一步步不敢靠近，只担心若滑进，好像失去这重力。或许会有距离，深深慢慢往目的，不停息，不得已小心翼翼。为你梦自醒，思绪将颜色拉长，还未到天明，横穿微光，相伴又朝夕，只愿天空无知道，化作一颗星，照亮南荒。逐渐模糊的被冷冻，承诺也被人做，从来不会心太过。为何不诚心的眼窝，散落成了愤怒，还在紧握着。为你梦自醒，思绪将颜色拉长。朝夕，只愿天空无知的，化作一颗星，照亮南荒。为你梦自醒，思绪将颜色拉长，还未到天明，横穿微光，相伴又朝夕。人生寄于世，因无流转。我竟睡过去了。先生不知，我今年被噩梦所缠，睡眠从不得安稳，几无生趣。倒是同病相怜。我近期睡难安寝，只有在行驶的车内才能稍稍入睡，所以我常会在夜里乘车在郊外转到天亮。不想今日就遇见了你们，打扰先生清梦了。哎，其实也睡不安稳，睡时总陷入同一迷梦，颇为难解。可否讲讲你的噩梦？从小，先父训我读咏六艺、诸子、诗赋，后来要杂志、术数、方剂，我都能过目不忘。可怕的就是这过目不忘，我能记得4岁以后的每一天，能一天天的数到现在。哦，记得哪一天念了哪一段书，
先父读到哪一句时停顿了一下，打了个喷嚏。唉，那时念的书只是记得，但是不懂。到了14岁那年，我好像突然就懂了。之后就开始做梦，在梦里，那些书里的字会动，书里的人都活了过来。每天读的每一个字，每一个人，都像是看不到边的军队。我能看见他们的一张张不同的脸，他们好像缠住了我一样。先父说，我心念不纯，财性不正，才会梦到那些。唉，从此我都不敢睡长觉。我二哥几乎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睡着，站着也能睡，但是都不敢睡长。让先生见笑了。还有这样的事，记得每一天啊，比起你，我要好多了。我近来一入睡，都会梦到一个高大的金色巨人从空中飞来，落在我家的房顶上，很高，很大，头上还有一圈白光。我总觉得房子会被他压垮。那是仙人。何出此言？先生头上之气清贵至极，枝上迎着一丝金兰，当是仙人的气运。你会忘气？圣妹天生就会忘气，百不思议。会是哪位仙人？完全看不出来，但金配西方，当是从西方而来。西方主行杀，可会是？不是的，不是的，是西边的西边，更远的，应是极尊贵的仙人。我也只能看出这些了，但肯定是好事。那好，姑且信你。姑娘这番话让我心情大好。啊，天也快亮了，我们就此别过。与先生一见如故，敢问先生高姓大名？在下……哎，君子倾盖而谈，各奔东西。你我都被梦所扰，你叫我迷梦先生，我叫你噩梦兄，岂不更有意思？二哥，那个人真的可能是天子。若是这样，那还有3个时辰，便是大哥行刑之时，我们要抓紧了。先去耿家找耿公。啊，您找小少爷呀？他平时回来的不多，都住在雨林营里。那雨林营在何处啊？雨林营就在上东门外北面的宝架庄。不过，就是去雨林营也未必找得到他。碰到宿卫时，他就在宫里当值。差，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分头行动。我去太学，小赵，你去寻耿公。现在正是羽林卫陈训结束，准备复职的时候，你直接去路上堵他。好。
这箫声是小昭。帮你拔了一支凋零剑回来。谢过姑娘了。都是一剑封喉，真是好剑法。这些盗墓贼被抓住，都是要受活剐的。我这是在帮助他们。可惜跑了一个。哼，跑不了。好剑法，原来真有射生剑士。攻射者，冥冥中闻声则中之。你叫什么？茂灵翼耿恭。平灵翼班超。我妹妹小昭。你继续带队去换房，我要回营去老头那儿请假了。老头是不会准的吧？那就由他扣降。哼，撤！刘鑫惹一屁股棍子，没办法，有人来要我的命了。哈哈，撤！我是本朝。不能在老师就前伺候，依然痛心。如今孟坚有，我就是为此来的。我也正打算回院里召集同学们去送送孟坚。我要带他走。我知道，总要将尸骨带回老师身边。我要带的是活人。这案子很蹊跷，我并不清楚详情，只说是有人告发，说班家伪造图谶，私写国史。你知道苏朗吧？记得。以前他和你一起跟着先父学习。苏朗半个月前已被处斩了，罪名就是伪造图谶。问题是，他是在2个月前自首的，拿出了许多怪诞图册，尽是荒唐之言，却说是由老师所授，最后还告发了私写国史的事情。以前对他的印象还是很温恭的。在洛都，我和苏朗还多有交往。
只是在1年前，他拜了一个术士为师后，就日渐疯癫了。术士？倒是有些名气，叫于右玄。我是向来反对这些怪力乱神的。那就没人查他？据说廷尉府是想问询他的，但江湖术士有理无端，早已不知所踪。必须与这苏朗案切割清楚才行。谈何容易？孟坚也曾抗辩，但此案定性为谋逆，大了可以灭族。所以，他索性都一个人扛了，保老师清明及班氏一家的性命。我本对他颇多看法，但这种风骨，我是极敬佩的。所以，一定要把他带回去。撤！到时候，就请中任哥哥带着世子们闹起来，冲到刑台上。这个好办。只是事情不管成与不成，最后你作为带头的鼓动者，只怕以后再也不能进入仕途了。那又何妨？只是我有个问题，我可以说服同学们去请愿、去闹，却不敢说是去劫法场。等他们上了台去挡了视线，你们动手时，他们看清了，多半会四散。这毕竟是断了前程的大罪啊！我有办法让他们上了台，却不知道我们干了什么，最后你们也好撇清。这是什么？一坨屎。哦，这可是好东西啊！这犯人是谁呀？怎么没带家呀？他可是太学院的班孟坚，两都赋听过吧？那就是他做的。如此大才，自然不用带家。哦，原来是他呀！哎呦，这是犯了什么事儿啊？听说是私修国史，哎，可惜了呀。那前面这些太学院的士子是打算？大概是希望能恳请复奏吧。报大人，太学院士子想要给犯人敬酒。哎，他自有他的断头酒喝，何须你们来敬？断头酒是断头酒，送行酒是送行酒。哎呀，
这帮世子哟！哎，放一个世子代表上刑台去敬酒。是。哎，盯紧一点，有什么多余的动作就把人拉下来。是。哎，注意啊，别伤了人。是。哎呀，啊，去吧。是。多谢王兄，你我素来不和，不想今日是王兄不怕牵连，来给小弟送行。你我是学问之争，本无其他。君之一去，如庄周师会师，将士师引人。有众位相送，不虚此生。你是在找与你素来交好的傅毅吗？我叫过他，看来是没来。太学3000学子，赶来的不过300。如果有1000人请愿，未必不能逼着临行复奏，重审案情。哼，本朝从无此先例。孟坚，此情此景，何不作诗？你有病吧？拿琴来，班两都要作诗了。作诗？啊，这是要做绝命诗啊！或许此诗也会和那两都赋一般名传不朽。哎，放他上去！啊！小周。搬家就靠你了。嗯。拿琴来，班两都要作诗了。这个就是东汉时期班固所写的《咏史》。这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具有非常高的文学研究价值。那这首诗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前朝文帝时，一代名医淳于意获罪，其女淳于缇萦为父请命，最终文帝悲悯缇萦的心意，废除了肉刑的故事。倒确实有临行的悲愤，只是为何要唱那个叫缇萦的女子？最后一句“百男何愧，愧不如一缇萦”，不是在笑话那些来送他的白衣世子吗？这班固不是要煽动世子们闹事吧？何时请愿呀？再等等吧。对，再等等，等等吧。53个已到。哎呀，不用。请请。
恳请副奏。恳请副奏。这一定是有预谋的，他们是要闹法场啊！这凋零剑只有军中才有，是从对面城墙上射来的。兵士中有人参与闹法场。大人，你先去安抚世子，我去看一看。哎，你这会，那个谁，快去叫巡防营来！是。谁射的箭？举报者有赏。哼，把你们的箭袋都交出来！本部是我们汉学院的麒麟之才，你们诛杀国士，必谋百世无名。你们是未来的国之栋梁，难道不懂礼法吗？我对你们已经很礼待了。你不要命了！太学院王冲要过去，便从王冲身上踏过去。去把他们拉下来，注意不要伤人。放开！赶紧副奏！你看多我一个试试！一根不少。城墙上搜了，除了这50个守城兵士之外，一个人也没有。怪了。将军，你看，那是白狼烟。这帮狮子怎么会有白狼烟？有这狼烟的只有巡防营。所有人听令，跟我冲下去！是。这是要干什么？城里放白狼烟？大人，那边瓮城上严将军带着一队兵士持刀冲我们来了。难道？所有人听令，下马迎敌！是。别管那些狮子了，拦住巡防营！太学生们，刀剑无眼，赶快散了吧！我们走。没事吧？扶你先两个。让开！让开！你们这是做什么啊？大人，巡防营怕是要来劫法场。胡说！巡防营是我叫来的，来援助你，赶散这帮太学生。你看，这可是军中的白狼烟，那帮太学生不可能有。不错，突然见到白狼烟，又见到严将军拔刀相向，我还以为出现了兵乱。
帮太学生竟然放了狼烟！坏了！这帮胆大包天的，只怕已将死囚给劫走了。当心啊，当心！这点儿休息休息。哎。班家人，没错，狼烟就是装在这琴里的。这帮太学生胡闹一通，却没有劫走死囚，究竟是为什么？大人，53刻已过，按照礼法，不能行刑了。哎呀，这就是斩了你又如何？行杀乃至阴之事，当在至阳之时，不然我的鬼魂也会萦绕着你们不散的。这便是那帮世子胡闹的目的了吧？哼，让你多活一天又如何？来人，将此犯收监。慢着，我要复奏。哎呦，班先生，我知道你才纵一方，但你的案子是天家定的，如何复奏？我正是要向天家复奏。真是见鬼了！快点，快点，快点！走。真的是你？你到底是谁？草民班超，敢为家兄班顾一辩。班超，昨日是你吗？是。那天牢里私写国史、伪造图谶的，是家兄班顾。只是今日草民在法场上将他劫了，换了我来。你胡说！启禀皇上，他就是班固，法场也未曾遭劫呀。哼！我与家兄是孪生兄弟，混在太学士子之中，冲上了刑台，换了家兄的衣服，所以大人也未必看得出来。皇上，是有太学院的士子在法场请愿，造成了些混乱。孪生兄弟，哼，有意思。你要抗辩什么？家兄既没有私写国史，更没有伪造图谶。皇上，私写的国史已被查抄，证据确凿啊！你说说看。我班氏与前朝的太史公司马氏一样，本是史官世家，史官世代相传，竹帛长存，济公思过，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如今大汉中兴，家父秉先祖之志，愿续太史公书，彰显汉魂，敬献皇上。只可惜未完身故，家兄有意续写，如今却无辜卷入图谶大案，还请皇上明察。胡说！你家算什么史官？史官得朝。
先去了他的家。你知道这马的来历吗？草民有所耳闻，这是千里马，天下相马以此为模范，是前朝名将马援征交趾时及当地铜鼓浇铸而成，敬献给先帝的。先帝第一次见到马援时，当时公孙述在成都称帝，而马援与公孙述很有交情。先帝问：“你遨游在二帝之间，是不是觉得游刃有余？”马援说：“我和那公孙述自小就十分交好，可是我到成都，他戒备森严，而陛下丝毫不加防范，怎知我不是刺客呢？”先帝笑说：“但刺无妨。”马援跪下说：“当今天下，君选臣，臣亦择君。今天我找到气度非凡的明主了。”草民不敢当。真当自己是千里马了？我知道你身具武功，也知道你心怀赤诚，来为父兄抗辩，但你毕竟违了汉律。来人，将这班超收监，细审待判。千里马常有，伯乐何在？朕刚才的那番话如何呀？皇上太帅了，洞察人心，言轻意远。那班超在地上都哭了。哦，是吗？是啊，皇上真是明君风范。朕是问那班超哭了吗？哭了。真的？真的。哼，你这小孩子。去，叫人把那抄进的国史稿拿来，朕要看看。你确认这里安全？这本是我军中一个死党藏女人的产业，无人知晓的，放心。你知道他都做了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我信二哥。这等同谋逆。哦，他现在很危险，你知道吗？那是你还不了解二哥的本领。就是些打杀的本领。他去外边逞凶斗狠，怎么偏偏你也……你会的，我和二哥未必不会。我们会的，你就差远了。你们会些什么？唉，大哥，我其实12岁就随二哥在武林杀过盗匪了。那天我还为此作了诗。你一个女孩子，你哎呀！哎呀，唉。真乃奇书也。陛下，马上就该早朝了。下诏。唉，
人生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不久之前，我还竭尽心思的想要劫法场，如今却有了官身。我记得在列子里说有个地方天色昏暗，所以居民整日都在睡觉，醒的时光很少，以至于他们认为梦是真的，醒的世界才是虚幻的。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活着就是虚幻呢？就如眼前繁华的洛都，一掷千金的游野台一般虚幻。董公子买线才锦1匹。不小错处，好大方！不愁不烦呐，公子就是有钱。行，哎呀，好。小心点，怎么了？来了来了！哎呀，胡姬登场了！哎，这游野台什么时候来了胡姬呀？拉我来，就是给他捧场。嘿，你看了就知道了。他是谁啊？美吧，贵霜人，仙奴。厉害啊！等会儿他会下个谢礼。为何谢你啊？我捧他呀！哇，那是用来上吊的吗？我没你有钱，你现在可是600担的兰台令使，他呀是新来的，还只会跳胡舞，所以啊还没大红呢。倒是有些公子来捧他，无非啊是打些歪主意。偏这胡姬很硬气，就是不从。那些公子还要纠缠，我在旁边看着就按不住了。你想啊，我们可是武林侠少呀，上前就把他们打跑了。哦，靠拳头捧啊！现在人们都知道，这胡姬是羽林郎耿爷罩着呢。哼，成了吗？没有。有时倒也收点我送的钗呀、串的，送的铜镜就不收了。有时候玩笑开得狠点，就能泼我脸上。哎呀，太好了！就是没见过如此优美之舞姿。这是我兄弟班爷。班爷好。仙奴姑娘好。听说姑娘是贵霜人。如何来到汉地？我生在汉地。我听闻贵霜在绝西之地，姑娘也没去过吧？可曾想过要回去？有劳姑娘了。他怎么这样啊？他一直这样啊。哎，你不觉得这样才有意思吗？
这位公子好厉害啊！你是不知道，这位爷呀，他专爱找这些算卦术士的麻烦。可不是嘛，这已经是这个月第5个被赶走的术士了。这点道行，还敢写于右旋嫡传？小人的确没曾见过于右旋这等传奇人物，打这招牌只是迫于生计，望大人高抬贵手，放过小人吧！啊！你还在查那个叫于右旋的？总觉得我家的冤案跟这个神神怪怪的家伙有关。都查到什么了？这个于右旋2年前突然出现在洛都，每月只在朔望2日断命，每断无有不中，一时间名声大噪。可半年前，此人突然消失了，说是去云游四海了。就这些，这还用查？我都知道。老班，四海之大，这种江湖术士，你到哪儿找去？我自有办法。班大人又在秉烛夜读啊，真是勤勉啊！怪不得不到半年就做了12位兰台令史的首席呀。可不是，不过也不光是勤勉。我听说班大人天赋异禀，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这是别人再怎么勤勉努力也追不上的呀。哎，你说班大人读的是什么书啊？我记得那间屋子是你帮着收拾的吧？搬了一大堆竹简进去。嗨，都是一些前朝遗留的残篇断简，都不成章句。班大人或许是想看看能不能整理出一些失落的典籍吧。要是小招在，非把你抓出来。以后就叫你妖先生吧。得蒙圣恩，我们得以在兰台续写太史公书。
父亲泉下有知，也将含笑。你知道的，父亲其实不想我入仕，也不想我入京的。那是父亲的气话。你那些日子也实在荒唐，像劫法场一样荒唐。为兄真的很感激你。大哥，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听闻这几日，你常常与那羽林卫的耿恭出没金市。是啊，既然来了繁华洛都，自然想要增长些见识。大哥，你就想问我这个的？觉得我沉醉着洛都的繁华，荒废了正事吗？我知道你心中自有分寸，只是随口提及罢了。我也听说你常在兰台秉烛夜读，我想说的，就是你夜读的事情。你以前若没有那么荒废，学识一定在我之上。如今你又开始用心批览，为兄也很高兴。只是你将自己埋首在上古的残篇断简、诡异传说之中，实在是，有违班家传承啊！大哥，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班家传人。史官立言，首推一个信字，你依凭的尽是缥缈虚诞之残章断句，能有什么建树？立言当然重要，力行更不可废。大哥生性温良，自可效仿颜渊，安贫乐道。我更近乎子路，仗剑而行，大道未必有偏。剑走偏锋采丽，落在剑上，怎么都是偏了。就像劫法场一样，当时你在局中，我入局也无用，我得破局。我说的是读书，读书也是一样啊。我有时觉得你和父亲都与儒家没什么两样了。孔子著《春秋》，一样算是我史官传承。我觉得父亲和你都是困在传承与儒家的局里了，而我想破局。如何破局？倒回去看，我史官的前身本是天官，通星宿天道之变，现在却失落了，给帝王寄信使而已。史官现在的荣耀，最高就是助帝王封禅泰山。其实颛顼帝绝地天通前，神山当是昆仑，或许昆仑才是我史官的源头。荒诞不经。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老子为何西去？他说的牝母、天地根，是不是就是在说昆仑山和西王母？而周穆王也曾西去寻那西王母。够了！难怪父亲说你堕了邪路。那些神奇无解的事，有些也由不得你不信。比如，小昭的能力。旺气怎么就是无解的了？气运之理，内合易经。那为什么他天生就能看见？你我无论怎么修习，也不及他。人各有天赋。天赋，我就是想探一探这个“天”字。或许上古的残片上有些印记。天道已远，庄敬便是；人道在侧，更当躬行。你这不就是儒家的话吗？你算了，不争了。最近还睡得好吗？还好吧。那就好。哦，对了，这是岳父程华成让我带给你的，说是你向他讨要新收集的姚燕离曲。替小昭要的。好你个于右旋，总算让我找到你了。
可惜了，那胡姬仙奴终究没有大红，成为行首荷花魁。怨不得旁人，还不是因为他那不亲近人的脾气。还有那羽林郎耿爷也是护得紧，现在又多了位想必也有点身份的班爷。哎，别睡了，醒醒。仙奴上台了。你看人家，真了不得。其实我觉得这胡姬才是游野台最好看的，顾成侯有眼光啊！那姓耿的平时那么霸道，今天要吃瘪了吧？你不管管？人家正常的满线打赏，我管什么？哎，你瞧，怂了吧？哎，快看！侯爷不要逼我。你掉下来，我接着你。你若不喜欢这里，可跟我回家。我喜欢这里，我是不喜欢你。那你喜欢谁呀？他。哎呦，有眼光！林大家刚才说了，你还没有过恩客。心有所属，请侯爷成全。我又不要你的心，我要人。你且看看，这小白脸敢要你吗？这位公子，我出100金，你把这胡姬让给我如何？哎，你让我很为难啊！我要是拿了这100金走，就像个大混蛋；我要是不拿黄金，还跟你说我跟这姑娘不熟，你随便，我岂不是像个胆小鬼？那你可得想好了。我和老班都有官身，若是打了武正侯，就是犯上。一旦冲突，就先对那几个家奴下手，把事搞乱。哇，这老板真是狠啊！帅，太帅了！救命！放开侯爷，别松手，揍他！别碰他！快下去接着侯爷！你要怎么做？在这里大打出手？游野台可不是打架的地方。那你是想？接着！侯爷没事吧？侯爷，抓住他，杀了他！站住！站住！别跑！别跑！站住！你先走。
你还来做什么？不怕断了军籍？不怕你的哥哥们揍你个半死？哎呀，后悔啊！竟然让你先出手了。侯爷，侯爷，没事吧？滚开！跟我来！废物，还不快给我抓住他们！这里！抓住他们，别让他们跑啊！快追！快！我在这儿，就在前面，追！快追呀！这下好了，只能打出去了。太神了！他叫什么？咱们被这个妖妮子给耍了。站住！在那儿呢！别跑！也好，痛痛快快的一路打出去。哎，这前面是怎么了？这北军都出动了。好像说是武成侯和羽林卫的人为争个胡姬大打出手。据说呀，前面的一个巷子里躺满了侯府被打伤的家奴啊！哎呦，哎，怎么了吗？总算是散了，躲得真憋屈啊！感谢老丈，刚才不叫破二人的行藏。感谢老丈，公子算算命吧。没人敢跟我们算命的，你新来的吧，老伯？老先生，眼睛不便，以何种方术为在下算命呢？啊，我是月之人，知晓点月之古老的涟漪镜。涟漪镜？就是我们月之人学习预言的经典。那就请老先生为我算算。你的声音低沉，犹如神明的战鼓，催动着万千的魂魄在夜风中哀鸣。你背负着12天的愤怒与厄运，终将登上白雪覆盖的博达威大山。伟大的新月梦神，说人话。他睡眠不好。哎呦，这老头可以啊！果然神奇。那想请老先生再为我算算。能把你的手给我摸摸吗？老先生请。这是握刀的手，老拿着笔，可惜了。在我们汉地，笔比刀厉害。哦，笔杀起人来，比刀要狠。谁叫你握刀杀人？哼！你的刀要劈开一条盛大的、开满鲜花的路，让路两头的人像享受燕麦和蜂蜜一般的受惠，一直到几千年后神灵隐退。月之人都这么说话吗？当然不，这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我们的涟漪镜都是用诗来写的，有预言诗123首，暂时。老先生，您可曾摸出什么来了？你不该在这里，不该在这里，不该在这里，不该在这里。
就是直心，血就是力。你的天下在万里之外的西方，直达我的故乡，你将是那里的主人。去西方建功立业，还有答案和安宁。唉，再见了，姚先生。臣下见过陛下。这是要跑啊？臣不敢。哎，今天是休沐日，我们就当是在郊外相见好了。听说你递了辞呈，但你哥哥不允，你就打算这样逃了？臣下觉得自己实在不适合这里。哼，也是，你文武全才嘛，听说还把武成侯从楼上扔下来了，能耐呀！陛下都知道了。你辞官不做，是要去哪儿啊？臣想走得远些，去那西域看看。西域？我朝与西域断行也有70年。对呀，你去那里做什么？回陛下，我从上古残简中找到些线索，去那儿或许能破解纠缠臣下的梦魇。哦，讲讲看。河图有云：昆仑山为地首，上气通天。昆仑山，那可是西王母住的地方。昆仑是掌梦之地，西王母为掌梦之神。既然要破梦，总要去看看。朕与你都被梦所纠缠，才能体会这其中的真切不虚。好，朕支持你。朕授你个使节身份出使西域。我大汉虽已退出西域多年，但余威犹在。你去那儿可以方便许多。多谢陛下。噩梦兄，我助你破梦，你是不是也该帮帮我？臣当万死不辞。你妹妹说我梦里的金人是西方仙人，我现也搞清了这仙人的来历。前朝武帝派霍去病远击匈奴，带回了一尊西方金像，后来王莽篡乱，长安被毁，金像不知所踪。我梦中的仙人就是这金人的幻影，管我要落脚处呢。所以此行西域，你要去给朕悄悄再请一尊西方仙人的金像回来。悄悄？哼，这能在朝堂上说吗？那些朝臣还不得吵翻天呐！班超，臣在。这是你作为朕的圆梦使的凭证，可便宜行事。臣遵旨。很痛快嘛。我的梦可不止一个呢。你博闻强记，说说从古到今有哪些帝王的事迹相关西域或西王母？轩辕皇帝、尧、舜、禹、周穆王，还有前朝的武帝。都是圣王明君呀。知道为何？臣愚钝。这才是君王真正的梦想。巡狩天下，福远不至，百夷来朝。你的天下在万里之外的西方，直达我的故乡，你将是那里的主人。臣懂了。朕懂了，你是朕放出去的千里马。
是，臣要为我大汉踏出一个更大的天下。我打听过了，没有人知道仙奴的踪迹，可能当日啊就出城逃了。哎，我们是不是把他给害了？哼哼，是他把你给害了。你被斥责了吧？还被罚俸了1年。虎贲军，真是少见。走。哎呀，罚俸啥的都不算什么，倒是你，不做官了，打算干嘛？朝廷决定举国伐匈奴，正是从军的大好机会。这就是虎贲军呐，真是雄壮啊！是啊，嘿，你别看平日里那些羽林卫那么威风，哎，真要是说上阵杀敌，那还得看虎贲军呐。啊！你再说一遍。哎呀，走啦！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征西域？哎呀，我也想啊，可我是禁军羽林郎，哪能随便跟你走啊？本朝几十年没有大军举措了，这不是你们这些将种百年难遇的军功吗？你也知道，大军的副将是我哥，我跟他说了，刚开始呢他还答应，但我嫂子不肯啊，说哪有兄弟俩都去死地的道理。你哥堂堂驸马校尉，就那有什么办法？他怕我嫂子。哎，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哇，脸上涂这么多粉，还不是睁眼那天的伤？两位公子，妾身有个不情之请。哦，这是赶我们走吗？为什么不是他们走？因为2位公子已占了上风，你们退了，双方都有余地。哼，你倒是直率。要余地做什么？我就喜欢淋漓尽致。邦尔先生一定没有睡好吧？早些回去歇息，才有精神再去打架，不是？我们走。这游野台不简单啊，林大家更不简单。那当然啊，听说啊，背后有5阴长公主。啊？哎。老先生，前几日多谢您点拨，我这就要准备西去了。你果真来了，我等你半天了。您能算到我要来？楚臂膀的闪电之王，凯林市的主宰。赶着他金色的战车，遇见了鹿眼睛的卡班，骑着牛奶里出生的白象，诸神也惊奇他们10000年没有相遇。哎，又不说人话。我是说，这些日子天象有异。两星即将交汇，或交争，或交融，命运可能就在你手。
老先生，你眼睛都没有，观什么天象啊？谁说我眼睛没有？我还可以把我的眼睛借给你。切！我要你眼睛做什么？告辞。喂，我就是阿爷的眼睛，也是你们西行的眼睛。班二先生，有客拜访。有客？这个时候，请他进来。哦，小公公。公公便是公公，没有大小。天家有什么旨意？我自己便不能来了。这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得，这是？这把剑叫飞弓。飞弓？墨家之剑。这把剑据说30年都没有鸣叫过了。刚才，是你觉醒了剑胚。剑胚。夫子，你在哭吗？切，谁哭了？疼吗？疼。那还老是打架？足够疼的话，就可以晚上不睡觉。为什么要不睡觉？你管我？想管啊。跟我学点东西吧。看你能学什么？我爹说你乱解经义，误人子弟，简直就是个骗子。哎，你爹班彪是当时大儒，说话也太……哎，你知道我是谁？当然，我注意你这孩子有一阵子了，你身上有死气，却没有死志。什么死气死志的？死气就是恐惧，死志就是无惧。什么意思啊？恐惧是一种潜力，无惧却是平静，甚至冷淡。死气像是混沌和沉迷，死志却显得从容和快意。怎么说呢？比如荆轲，既有死气，又有死志，方为大英雄。可惜剑法太差。哎，我听说，当年荆轲想与剑侠葛聂学剑，葛聂没有教他。要是葛聂教了，世上或许就没有始皇帝了。主要还是荆轲不是学剑的料。
当年要是刺秦的是葛聂大侠，不可能。死气和死志集于一身者，只有荆轲。那秦舞阳也是不世出的勇者，当时却毫无用处。我只有死气吗？已经很难得了，而且你有一点比荆轲强，你是剑胚，他不是。剑胚，跟我学剑吧。真是把好剑。我师父说，我虽是天生的剑胚，却心思太杂，以至于迟迟无法觉醒。没想到今日被这把剑所击，竟是就这么醒了。不知公公给我这把剑是？信物。你此番西去，终不能只靠这军中的人才。你拿着这把剑，去京市铁流坊，找一个叫齐欢的铁匠吧，他会陪你西行。敢问公公姓名？蔡伦。大人，要说这铁流坊里手艺最好，还接宫里活的，就是这霍十七。哎呢，最里面正开工的那一家便是了。我这就去把他叫出来。不用了，本官此行乃是微服，不要声张。你回去吧。是。哥，你也真是的，都辞官了，还拿着上朝的簪笔吓唬人。好使就行，不然怎么能这么快就找到这个地方？这打铁声。怪不得要在金市还未开的时候开工，看来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走，去见一见这位霍十七。是齐先生吗？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程先生，只是个铁匠。这里的人都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你是霍十七，铁流坊最好的铁匠。先生，帮我修一修这把剑吧。小公子可好？小公子？哪位小公子？
脾气够火爆啊！小昭，你先出去，我来会会他。好嘞。齐先生，我们不是来抓你的，你冷静一下。受死吧！现在可以冷静一下了吧？打完了。你说的小公子，是小蔡公公吗？你这是什么剑法？我自创的剑法，还没有名字。谁说他没有名字啊？我叫他枉然11。枉然11？因为现在我哥只创了11剑。以后还会有枉然12、枉然13。先生，是墨家的人吧？哼！秦火一炬，诸子飘零，武帝尊儒，百家消散。先生勿惊，我对墨家的主张非攻兼爱是非常敬仰的。在下班超，这是舍妹小昭。见过先生。哦，原来是司写国史的班家人，带着小公子的信物前来，所为何事啊？蔡公公是皇上身边的人，知道我受命要深入西域，让我把这把剑带给你，说先生会随我一同西去。到西域何处？不知。一路向西，且走且看，或许要去那些前人从未去过的地方。何时能返？不知。绝域万里，或许有去无回。明白了，我得准备一下。那1个月后，等齐先生一起动身。此番西去，我也举荐一个人。班先生，可知道直门？真有直门啊！听说他们追随的是道直。道直其实就是那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弟弟，还骂过孔子呢，对吧，二哥？没错，我说的这位，其实是柳下直的后人，纵横两都的大盗，柳盆子。猪头肉，卖猪头肉。哎呦啊，柳开来了，又来找花寡妇吧？啊，有什么办法呀？又去不起章台。哟，哎，我说柳开啊，那花寡妇怎么就看上你个小锁匠了呢？啊？哎呀，那可不是他看上的我，他家的钥匙啊是我配的，我给自己留了一把。你就显摆吧你啊！
这位大哥，借个过儿，借过儿，谢谢。怎么回事？我怎么晓得？说都是找你的。这，我不认识他们呀。我看啊，他们好像都是城里的侠少。但是嘞，很客气，都买了酒嘞，我的碗都不够用了，真的是发了财嘞！侠少，在下陆沉，这一年恕在下眼拙，竟不识刘大侠。接过刘大侠！什么大侠？在下季梦，久仰刘大侠之名。接过刘大侠！你们，我不是刘大侠，既然侠隐在此，我们也不敢请大侠出山，只是来一睹风采，拜会拜会。我得知刘大侠在此，急忙赶来。大侠侠踪已现，只怕这里已不再安全。大侠或可移步，我季梦自有安排。刘大侠城东已经驻熟了，难道我陆沉在城东还护不住一个人吗？刘大侠还需要你护，只要刘大侠愿意，城西侠少愿意刘大侠马首是瞻。刘大侠！刘大侠使不得呀！刘大侠使不得！刘大侠使不得！哎呀，我不是什么大侠，我就是个锁匠啊！两位老大，各位侠少，你们别玩我了，别玩我了！刘大侠使不得！刘大侠使不得！我真不是什么大侠呀，各位！哎呦，哎呀，是不是消息有误啊？不知道啊。但这种事也只能信其有，不能疑其无啊。就算是假的，传出去也是说大哥愿结交天下豪侠，得个千金买马骨的美名。月亮爸爸兜里做个嗲嗲。嗲嗲出来买菜啊！你真敢用这些东西吗？是他们送给你的喽。他们一定是搞错了。哎，他们为什么管你叫大侠了？哎呦，我怎么知道啊？认错人了呗。那他们爸爸要送钱的那个柳大侠是谁嘞？我怎么知道？那你不让他们拿走？当时我不敢。
浅的下课，不计虚伪的蛇，满口是仁义假道德。我笑真心难测，偏要向红尘来过河。可叹悲欢离合，终究是一场莫奈何。江湖险恶，最不缺肤浅的下课，图计虚伪的蛇，满口是仁义假道德。我笑真心难测，偏要向红尘来过河。可叹悲欢离合，终究是一场莫奈何。男儿不可欺，丈夫两膝之下有侠义，浪子多忌风流，四海也难为家。男儿不可以追逐四方虚名和富丽，浪子无可寄一壶浊酒走遍天涯。北方有佳人芙蓉妆，举世无双，一见倾心自难忘，负了好时光。果然没错，你就是柳盆子。就是你把我的身份散播出去的？不错，说说吧，这样逼我现身，到底想做什么？还请柳大侠见谅，我们。不走。哎呦，厉害啊！再试试这一剑。柳大侠有三绝：暗器、轻功、解锁术。刚才已经见识了2绝，可我们却是冲着大侠的第3绝来的。啊，嗨。倒是让我有些兴趣了，不过我柳盆子解不开的锁，怕是还没现世呢。你做了什么？这锁怎么跑到我手上来了？这就是齐欢推荐的人，怎么傻乎乎的呀？齐欢？是齐欢出卖我？哎，这锁也是齐欢的手笔吧？齐大师说，你或能解了这锁，但也需1天的时间。
你们要捉我，也无需这么费事。说吧，到底想干什么？合作，干票大的。合作？就这么合作呀？想要和柳大侠合作，总得显点本事，要柳大侠看得起才行啊。在下班超，舍妹小昭，贵霜美人仙奴。我是羽林郎耿恭。你们是关家的人？也算也不算。加上齐欢，我们将效仿博望侯张骞，闯一下西域。西域？去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做甚？开疆拓土，必不是功勋。哼，岂不是比你做贼要好？哼，我喜欢做贼。你是名满天下从不走空的大盗，想必也知道，美玉、宝石、名马，皆出自西域。我们这次直接偷到他们的窝里，岂不畅快？你们直门的人不是最讲究畅快吗？哼，齐欢倒是什么都跟你说啊，但你何时听过直门会与官家合作？哦，可惜了。什么可惜？不去也行，信不信我将你手筋脚筋都挑了，免得你再去偷东西。哎，柳大侠怎么也是个人物，不用折辱他，咱们报官就好。你就好自为之吧。哼，等我们从西域归来，到时去狱里看你。喂！若不是那胡姬用眼神勾我，怎么会着了这道？柳盆子啊，柳盆子，你又死在女人手里了。好女人，唉，死了也是有点不值啊。这位大姑，且来喝一杯。我听说一壶葡萄酒在前朝可以买一个凉州刺史，想不到今天竟然喝到了。这在西域不算什么。如何？哎呀，唯美人美酒不可辜负也。我这样的美人，西域遍地都是。看来仙奴那边谈成了，我们是不是该赶回洛都了？哎，你可答应过，想办法把我也弄进西征军的。不急，都来到这儿了，总得回家看看吧，顺便再找几个帮手。帮手？什么人啊？教我剑术的人呢？小子，不错呀，剑胚醒了。夫子，这个是能闻出来的吗？师傅，别叫我师傅了，咱们以后再无关系。你被革了。我被革了？可我剑胚醒了。
几时醒的？9日之前。太晚了。师傅找到剑家传人了？那是自然。你学剑太晚，总有些局限，而且兴趣驳杂，对剑不能全心专注。虽然天赋惊人，未来成就顶多是我的70%，可你的小师弟那就不同了，不可限量啊！师傅，别叫我师傅。那好，您什么时候收了这位小师弟的？5年前。我怎么不知道？他在里面读书啊。你以前剑胚未醒，当然感知不到他。我现在也感应不到啊。你才醒了几天？那小师弟醒了吗？去年醒的。那小师弟也出了剑意了？没有，只在剑气阶段。只是剑气？他才多大？剑意这玩意儿虚头巴脑的，对他而言，不入也罢。你以前对我可不是这么说的。那是不是还没见到你小师弟吗？唉，本来想向您借2位剑士的，如此，那便算了。哦，你借我的剑士做什么？我还是再叫您一声师父吧。我已从军，将去西征匈奴，还将秘密出使西域诸国。此番前来，就是向您告别的。西域诸国，阿大留下陪我，其余9个你都带走吧。这还有，你那小师弟风莲也会随你去。知道这道场为什么叫绿水晶炉吗？古歌云：“翠绿水，见红云，五彩焰起见纷纭。”这绿水当指翠剑。再好的剑也需要淬炼和开刃。弟子明白了，谢师父。气沉沉。我总算体会到师父说的我身上的死气是什么了。说说你的机缘，如何醒了剑胚的？9日前握到一把好剑，叫做飞弓，只觉得飞弓，墨家之剑。听这名字也知是墨家之剑了。这剑有什么来历吗？这是春秋时墨家巨子孟胜的佩剑，他命令3名弟子带着信物突围而出，传巨子位给田襄子。这传位的信物之中就有这把飞弓剑。
那3名突围的弟子传位之后，即刻返回阳城。田湘子曾直谏以巨子身份命令他们留下，都没有用。这剑，竟然是墨家巨子的信物。起码当年是。如今嘛，墨家怕是早就没有巨子了。唉，诸子败家呀，都凋敝了。这是你的机会，总不能一直这样隐姓埋名下去。齐欢自然清楚小公子的好意，只是如今我墨家衰微，小公子，你……我早就不是什么小公子了，以前的称呼不要再提了。可，你终究是我墨家巨子的。齐大哥，我记得你当初虽跟随家父，但你的授业师傅却是神将柯无病，是吧？是。如此说来，你其实是向李氏一脉的了，而家父却是邓林氏之末，不错吧？小公子此言何意？我墨家虽分3派，各记所闻，却只是各有侧重，绝非对立。更何况，如今百家凋敝，独尊儒术，在经历过数次大难，墨家弟子实不存一。还分那么清楚有何意义？不错，独尊儒术。那齐大哥以为，如今被尊的儒家，还是孔圣人的儒家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前朝董仲舒提出的。而董仲舒的儒，相比圣人的儒，却是扩大太多了。我也看过《天人三策》。似乎是结合了许多阴阳家之说，不只是阴阳家，法家、道家，甚至是我墨家，在如今的儒家中都能寻到踪影。与其说是独尊儒术，倒不如说是集百家为一也。之前齐大哥说，墨家3派分得那么清楚，有何意义？所谓百家，分得那么清楚，又有什么意义？可墨家终究还是凋敝了。不会的，即便墨家没了巨子，这飞弓箭落入旁人之手，即便寻遍天下再无一人称自己是墨家弟子，只要还有人除暴安良、行侠义之事，即便不称墨家之名，又有何妨？小公子这番话，倒似名家之言了呀。还是不同的，不过也罢，就当是名家之言好了。如此说来，名家也在。同样的，有人拨谷耕桑，以足衣食，则农家在；有人悬壶济世，以救苍生，则医家在；有人运筹帷幄，以御外敌，则兵家在；有人远法而治，以图富强，则法家在。百家凋敝，文明不灭，百家不亡。哎，你看，你看，哎呦，这胡姬多半是哪个将军私带的营妓吧？我打听过，
说是一位新上任的军中假司马的随从。这叫班超的假司马，据说与窦固将军是同乡，都是扶风平民邑的人。哎，还当过文官，不知怎的就从军了，带了一众随从，都是些奇怪的人。这是来咱军功图着升迁的吧？哼，这些顽固，真当西征是闹着玩呢吗？说到图着咱军功升迁，这羽林卫的才是大头。哦，是吗？羽林卫，师傅说，见者为健儿，不用这些碍事的东西。哎，这倔小子不要就给我，我不介意套2副。你们呀，哪有一点同情的样子？耿哥来啦！哎，小昭，哎，你怎么把小昭也带来了？不好吗？哎呀，好是好，就是没见过这样去打仗的。见过你哥了？见了，刚骂了我一顿。他也不知我怎么来的。我说啊，我是羽林中郎将亲自拨来的，手令俱全，他也没办法。哎，说说你怎么做到的？做到什么？怎么通到我们中郎将那里的？他可是2000担的老侯爷。他今儿啊，和颜悦色地问我，想不想去西边累积些俘虏的人头啊？想带谁？随便挑。玄英，哎，我叫了我最好的7个羽林兄弟过来。这位玄英，小昭是见过的。那日多谢了。不用不用，耿哥，我先出去了啊。不装睡了，说吧，你都做了什么？哎呀，真没做什么。哎，外面那帮人就不说了，你一个帐里能藏着2个女人，真当别人都是瞎子吗？我是想啊，这西去6千里去打仗，路途寂寞，有小昭弄箫，仙奴跳舞，岂不美哉？耿哥，要不要给你吹一曲啊？请耿爷上条领带。都疯了！报假司马，帐外来了一个人求见，说是叫齐欢。哦，终于来了呀！来了，啊，来了。你这是打算在金云中开铁匠铺啊？这算是借给你吧。听说这是前代巨子的佩剑，我也不敢赠你，只是小公子说这剑认你，我们是用你养剑呢。怎么感觉你们是带剑逛游野台呢？我就是你们为他包下的露水姻缘。把剑还来！哎，说错了，说错了，我就是他奶娘。
你是那个花寡妇？你怎么能跟来啊？啊！哎，还不是来找我的男人的。他会武功，还满身的毒虫，你口味很重啊！你到底是谁？我是你的女人啊！你是怎么跟来的？你走了，我就一直远远的跟着了。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哎，你至于吗？自称是盗贼的祖宗被追踪了，却还不知道，能不觉得丢人吗？放屁！这一定不是什么追踪术。花老板，夜郎桑木之音的花家与你是什么关系？这位大哥真的是好眼力啊！夜郎桑木之音花家是个奇门，极为神秘，据说精通用毒、艺术和蛊术。秦朝大军伐岭南时，才让世人知晓，让秦军损失极大。蛊术我听说过，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能驱动野兽、虫蚁为自己所用。最神奇的是异鬼，能让地里的尸体出来打仗。啊！哎，你说的那是赶尸嘞。啊！我们家呀，只有几个叔伯才会。那是嘞，得阳气盛，女人做不来嘞。你竟是夜郎人？我也不知道，跟我睡的是大名鼎鼎的柳盆子呀，还是桑木之音的人？你说，你有没有在我身上下蛊？没有。啊？真的没有？啊？有？到底有没有？哎呀，不记得了。不记得了。那你到底希不希望我下人？你滚！我不滚。哼！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花老板，你是不是有桑木之音的天蚕丝？我当然有了。那好，留下来吧，跟着我。你看吧，老娘还是很有用的。天蚕丝是什么？桑木之音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能养乌金蚕，吐出坚于刚韧的天蚕丝。欢迎加入。等等，不行，我不同意。潇洒点儿，你一向很潇洒的。他来，我走。哎呀，别神气了，都中蛊了。我以前看过奇异集。里面有一条说，夜郎女子擅下狼心蛊，有情郎变心，倒闭在路边，官府去收尸，结果一拉头发，连着头皮就拉开了。你猜怎么着？原来整个脑子都被蛊虫吃空了，里面全是蠕动的蛆虫。我们走吧，他们小两口应该还有话说呢。哎呀，哎，我觉得吧，以后你们可以叫花盆组合，一定会名满天下。啊，对了，明天就是出征前的誓师了，别弄太晚啊，早点休息。没问题。豫北匈奴漫辱天地，既已归顺，复又悖逆，袭扰渔阳，劫掠河西，左路离王，占城夺地，牵结百姓，残暴生灵，南山之主难书其恶，天下昭然，所共闻见。自古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而奉中国。匈奴本为夏之夷民，北上流离和百蛮之丁，今不思王化，屡屡犯境。自边信以来，
漠北大旱，民生凋敝，上下交怨，此盖天地之法。故今略举大端，以御使民。禹率阴阳之效，持虎之势，继南单于，东胡吴桓，西戎氐羌，侯王军长之群，骁骑3万，元戎轻武，长谷4分，云姿毕露，万有3000余乘。乐以八阵，力以威神，玄甲耀目，朱旗降天。岁临高阙，下激路，经弃虏，绝大漠，斩敌将以信土，血尸卒以染恶。上以书高文之素分，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靖宇，振大汉之天生。朔王师西，征荒邑；剿凶越西，解海外。凶其渺兮，艮地界；西地载兮，震万世。你那些破虫子没带身上吧？啊？哎呀，他们很听话的，不咬人的嘞。什么？那你下去，别伤我的马。哎呀，别，骗你的啦，都放在军营里啦。哎呀，这么大的人了，还怕这种小虫子，丢死人了。想我从4岁那年开始，就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睡觉，都是一起长大的嘞。
这种事实，真让人血热心悸啊！但功业终会散尽，殿宇终将颓废，不朽的只有文章。是啊，以后的人可能不会记得这场战争会有多少尸骨和血泪，但能唱诵你写下的诗词，这就是历史。咱们史官真是傲慢，立德、立功都没有立言那么便利和偷懒。有时觉得不朽就是个骗局，人总是要死的。与其去谈什么高义大德、功业文章，不如纵情当下，意气自由。或许只有这自由，可以一直流传下去，消散了形体，也不会在记忆里黯淡一分。注史总要记事，不是这无端的感怀。史官真的记下所有的事了吗？注史就是要有褒有贬，有招有引。我看见的都是那些被隐去的，但他们从来没有被史笔所抹杀，一直存在。他们构成了一条隐秘的历史线索。我此去，就是去寻找他们。果然，你还在纠缠梦里那些虚玄的东西。我知道你离开兰台时，拿走了一些上古散简。整理完后，我会还的。族里的人还以为你从军是想建功立业呢。其中自有功业，梦想总该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哼，你去无妨，把小昭留下。你知道的，我拗不过他。这也不能由着他呀。哎，他的词章可比你好，可惜了。照顾好他。好。父亲，你们没有做到的事情，由我来做吧。班超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开拓一个更大、更自由的领域，给和哥哥一样才华横溢的人一个风华绝代、广阔无边的天下，由着他们书写，去镌刻自己的不朽。切！哼！闭嘴！去镌刻自己的不朽。哎，咱们在酒泉赛已经驻扎10日了，在等什么呀？等卤水羌胡人的部队前来会合。哦，哎，昨日进城的那只是？那是南单于的人。此次征讨匈奴，他们也会出兵。南单于，他们不也是匈奴人吗？会帮我们打自己？征讨北匈奴，他们可是急迫的很啊！慢着！有血腥味儿。撤！5匹马。你去报告，我们先追。
匈奴斥候都摸到这么近的地方了，想来我们的动向已经被得知了。数万人的军队调动，瞒是瞒不住的，就看匈奴那边打算怎么应对了。嚯，这家伙吃什么长大的？这么……我刚刚是踢到了一堵墙。不行，你上什么？又来，结果。看见小爷我的厉害了吧？啊！奔跑！小心！这家伙简直是个怪物！听不懂，听不懂。喂，这胡人想找李腾副将，还是他hinter里？你懂胡语？是啊，我是贵霜人，也就是你们说的月之人。哦，在你眼里，是不是胡人都是一样的？不是，我就是不了解，想请教你。想了解什么？你们月支历史上有什么厉害的传奇名将吗？就像前朝的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名将，这倒真是问住我了。其实我母亲是汉人，我也是在汉地长大的。月支有什么名将，我倒真不太清楚呢。不过我爷爷倒是和我说过一个传说，在西边，比胡地更加西南的地方，曾经有一个庞大的帝国，名为波斯。波斯的军队所向披靡，征服了无数周边的国家，直到他们遇到了斯巴达人。面对波斯的10万大军，斯巴达王里奥尼达斯率领300斯巴达勇士扼守温泉关，死战不退，阻挡了波斯大军足足3日。后来，波斯人找了一个当地的叛徒，带着他们从一条鲜为人知的小路，绕到斯巴达军队身后发起进攻。300斯巴达勇士全部牺牲，
以300军队对战10万大军，苦战3日不退。我想，这应该算是你所说的传奇名将了吧？的确传奇。想必那温泉关也是一道天险，不然区区300人，顷刻之间便会被10万大军吞没了。只是什么？兵法有云，不用香导者不能得地利。已经占据天险，却反被敌人利用，完成包围。这斯巴达王只能算是有勇无谋了。你说的倒是轻巧。若是换了你，带领区区数百人面对10万敌人，又能如何呢？若是我有数百将士，一座雄关，加上充足的给养，莫说是3日，就是3年，也能守得下来。好了，知道你耿将军是大将之才。小女子还有要事，先行告退了。我是认真的，你别不信啊！哎，我听说，我们停在这里，等其他几路大军前来会合。这是最后一支了，看来用不了多久就要再次开拔了。于右旋，我看你总向那些当地人打听这歌里的于右旋什么的，是谁啊？仇人。啊？打听到了吗？他们说，这人往西边去了。玄英哥哥，你知道我是个游侠吗？游侠最快意的就是恩仇这2个字，无论报恩还是报仇，命是可以随时扔掉的。哦，你们兄妹是来报仇的。二哥的想法太多，反正我是要行侠报仇的。永平16年，耿炳、秦鹏率武威、陇西、天水牧氏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11000骑出平城塞。耿炳、秦鹏掘没600余里，至三木楼山；来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鲁皆奔走，无所获。又太仆季荣、度辽将军吴唐将河东、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单余兵11000骑出高阙塞，坐不至卓爷山，季荣、吴唐免为庶人。顾宇中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泸水羌胡12000骑出酒泉塞，至天山，击呼延王。
敌军骑兵。准备迎敌！准备迎敌！撤！准备迎敌！步操准备！黄总准备！进攻！放！弓箭手！换队！守住阵型！长矛准备！将军，敌人从两翼包抄我们。两翼骑兵出击！
敌军帅旗。正主来了。李腾副将，在一领500甲士，堵上缺口。班司马，班司马，你率本部士兵协助李腾副将，吃掉这一支骑兵。末将领命。去死吧！剑家传人，风源。
西的个死路！没事吧？来，小子，战场上这个不行，这个好使。这个呼延王还有点东西。这匈奴真是杀不完啊！光我们虎贲居都杀了上百了吧？怎么还这么多？没这么多。每次冲杀的时候，对方都能避开我们的锋芒。我们看似冲杀的顺利，其实根本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反而有几次差点被围住。这匈奴的指挥挺厉害。总攻了，好，我们直接冲他的帅旗。
不是在战场上吗？我记得我被冷箭射中落马了，难道？水声。老人家，请问这里是哪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没见过，看上去是一种旗吧？这叫象棋。这是一局残局。你知道这残局的名称吗？我连这什么象棋都是第一次见到，怎么会知道这残局的名称啊？说的不错啊！老人家，我是不是死了？怎么会呢？你的故事才刚要开始呢。我的故事？你该回去了。啊！踏云清，我刚才好像做了一个梦，想不起来了。人太多了，这次够呛能打穿他们。
千里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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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啊！千里马，千里马，36骑有多少前仆后继？神剑啊！总有人在茫然之中，多少想要为实现，继续来试试看，两手空空，不中的神力护卫，天上被雾气包围，红尘里望穿秋水，望不穿的不明慧，一场风沙般的骤雨，冲刷战士的愁绪，哪怕明知没有结局，也要全力写下后续，别退避，别一声叹息，别坐以待毙，任由你72变，我依然36计。千里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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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骑有多少前仆后继？千里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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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骑有多少前仆后继？传令，官军出击，进军义乌城，进攻！是是非非终不悔，千里呼啸而过，扬着夜我追逐日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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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头，看样子这护眼王不打算退守义乌城啊！匈奴不善守城，这才同我们在野外决战，如今败了，想必是要直接推进大漠了。是你。我记得你之前战场上给了我一剑，看得软绵绵的，草虫咬一口都比你那一剑重。哼，汉话说的不错呀。败军之将何以言勇？班头，我们一起拿下他。你不用出手。我们两个来个了断吧。哼，有点意思。你要是死了，我会留那个小子一命，让他把你的尸体带回给你们的将军。可惜了，你要是死了，我可能没办法把你的尸体交给呼延王了。毕竟他跑得有点快，估计是追不上了。小土猫啊！呼延王帐下第一勇士。班超，斗固军中假司马。
你们今日虽然胜了，但这只是暂时的。珊珊、朱熹、Houston 这些国家都受我们的驱使。草原和大漠不是你们汉人该来的地方。我们就是天地的主人。忘了告诉你，除了斗古军中假司马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我是大汉皇帝陛下的圆梦使。你说的那些国家，我会一一拜访，让他们归附我大汉，共抗匈奴。他们不敢。这西域，我们就是天地的主人。你们太自大了。这次平西可是立了大功啊！初次交锋就大破匈奴军，还有那虎贲军，真是拿了不少匈奴人头啊！哎，你们别说，这羽林卫看着都是花架子，没想到杀了不少敌军呢。
时就觉得这仗难打了。那呼衍王的指挥啊，还真是有两下子。就在这个时候，一支凋零箭飞过大半个战场，直接射断了那呼衍王帅旗的旗杆呐！一箭越过半个战场，正中旗杆。那可不，哎，要不然你以为最后匈奴人怎么打得那么乱？一触即溃啊！哎，大家都是射生营的兄弟，你这牛吹的都不带打草稿的呀！哎呀，要不怎么叫神箭呢？哎，你还别不信啊！哎，对了，你问问这位屯骑的兄弟，哎，那会儿他们可是冲在最前面的，是不是啊？啊，是啊，我可是亲眼见到呼衍王帅旗被一箭射断，之后匈奴人没了指挥，我们才能打得这么顺。那一箭就像天外飞来的一般，真是神箭呐！哎，说我呢，听见没？你剑法再好，打起仗来也没我有用啊！行了，知道你耿将军厉害。耿头，班先生，窦帅找你们。慢点啊，慢点，好嘞，慢点，哎呀，参见窦帅。你就是那个神箭手？不敢。你真是堪比前朝的李广。当年的匈奴对飞将军闻风丧胆，就是他的箭能射虎穿石，镇上专射贼首。匈奴人一遇上李将军就会溃败。耿炳有你这样的弟弟，真是幸运呐！啊，我比不上我三哥。窦帅，鄙人觉得李广只有阵前的本事，像卫青、霍去病这样布局10万的将帅，才是千古名将。哦，你是在拍我的马屁吗？我真正佩服的却是李广，甚至李陵。他们爱惜自己将士的性命，与他们一起吃喝吟唱，一起拍马杀敌，是真正的将种。啊，卫青、霍去病，一将功成万骨枯。征战总是残酷的，不过是得其势，据其位而已。耿副使小的时候就被称作小李广的。副使？要你做我的副使。哦，班先生是在跟我抢人呢。我12年前还是你们羽林卫的中郎将呢，后来出任射生校尉，射生军500人，都是从全国各军选拔上来的神箭手。我都没见过剑法像你这样惊人的。当今的射生校尉孟将军倒是来调过我。哦，老孟倒是有些眼力。今日一战，你堪称首功。一个神箭手在关键处可改变战局，你就不想随我多打几仗，直接把那呼延王射下来？啊，咱们什么时候出使？明天就动身，出使西域各国，命他们放弃匈奴，归顺大汉。这不能打完仗再去吗？匈奴已退，打谁去？哎，那直接干这些西域人啊！你也知道，待到4路大军重新聚集，且有些时日呢。这期间正是出使分离他们的好时机啊！哦，话
除了耿副使，就是这秦丽带领的虎贲八郡了。他们8个也是来攒军功的，的确批下了最多的匈奴首级啊。班先生，我把他们也拨给你。虎贲军秦丽见过班司马。多谢窦帅。如此一来，出使的人就定下了。正使班超，副使耿恭，以及擅长望气的舍妹小昭。月之女子仙奴担任蛇人。卧者后人齐欢，携弟子共5人。飞道柳盆子携家眷花寡妇。剑家传人风莲携剑士共10人，再加上羽林卫玄英等7人，虎贲卫秦丽等8人，使节团全员共计36骑。有些眉目的话，会放你来北路打仗的。哎，我听见窦帅叫你班先生。哦。就是对我三哥呀，窦帅都没有这么客气过。可能因为我是个读书人吧。建议先生第一站出使鄯善。哦，不是最近的居师？不瞒先生，这次受命挂帅很是仓促，皇上心急，筹备时间太短，所以大军是只带粮不带草。不带草？那马吃什么？居师燕齐、龟兹这北路诸国临着天山，牧草丰美，我们就地牧马屯草就好。倒是鄯善、精绝、于田这些南路诸国，处在沙漠，我军无草是不可能涉足的。但是他们不知道先生正好携着军威去南路，吓唬他们一下。窦帅深谋远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先生向南伐谋伐交，我向北伐兵攻城，看到时能不能在疏勒南北交汇。出发吧，班先生。自此向西，再不是汉地。班先生此行绝地凿空，还请珍重。
此生不再让我大汉的公主远嫁他乡。起飞，求不得眼前绿色，供应的水滴起杯，也像那狂骇客，愿人心情比轻轻的安然无恙，抓得轻不自禁，流逝的热情不放，将士手里，别小心翼翼，所向披靡，听风沙雨马蹄声撞击，脚步偷取，任水岸洗礼。不堪一击的无需多言自动退避。